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又到每周一次嘅市場先生與好友三人談嘅時間。港股呢幾日表現好興奮，恒生指數已經升上19,000點以上啦。我自己嘅股票組合市值亦都創咗新高。恭喜晒市場先生！大家好，我係湯丁丁。市場先生啊，市場近排咁好，都係因為中央出連環拳，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下詳情啊？係啊，今次中央出手係有別以前只係叫口號，今次係有比較實質嘅內容。以往出嘅都係虛招，今次出嘅係實招。具體嚟睇，主要有3方面。第一係來自中國證監會，之前證監會提出內地上市公司要做好市值管理，但係就缺乏實質嘅內容。今次就好明確咁提出市值管理嘅定義，就係要提升上市公司嘅投資價值。市值管理嘅主要手段包括股權激勵、員工持股計劃、現金分紅、股份增持同埋回購等方式。第二點係明確董事會同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嘅責任，主要包括董事長應該召集董事會研究提升上市公司投資價值嘅具體措施，控股股東可以通過股份增持提振市場信心。第三點係針對指數成分股公司同埋長期破淨嘅公司作出專門嘅要求。破淨係指股價跌穿每股資產淨值，即係 P/B 低於1倍。香港投資者對 P/B 低於1倍嘅現象習以為常，都唔當一回事。但係對於內地，尤其是係國企，股價低於每股資產淨值，等同於賤賣國家資產。所以破淨嘅公司管理層需要制定估值嘅提升計劃，包括目標、期限以及具體嘅措施。第四點係明確禁止上市公司以市值管理為名實施違法違規嘅行為，損害中小投資者嘅權益。舉例，如果管理層係用增發股份嘅方式，雖然可以提升市值，但係會損害小股東嘅利益。我覺得今次證監會對市值管理提出比較實質嘅內容，咁係好唔錯嘅。值得關注嘅係內銀股係大面積破淨。哦，原來咁多保險股同金融股都係破淨嘅。咁市場先生啊，我留意到證監會都出咗唔少招，銀行都有出招喎，可唔可以都介紹下呢？咁銀行嘅招數主要有4點。第一係降準50個點子，可以釋放銀行體系長期資金大約1萬億元，為銀行體系提供低成本嘅資金，同時亦都可以置換其他高成本嘅負債，節約負債成本。預計可以提振上市銀行2024同埋2025年淨息差0.17個點子同埋0.62個點子。第二點係預期 LPR 跟隨政策利率下調20個點子，呢個會拖累上市銀行2024年同埋2025年淨息差下降0.06個點子同埋10.91個點子。第三點係存量嘅按揭利率下調50個點子。根據上市銀行2024年上半年嘅靜態數據測算，存量按揭利率下調50個點子嘅情況，預期會拖累2025年淨息差5.41個點子，影響銀行嘅營業收入3.08個百分點。第四點係提出國家計劃對6家大型商業銀行增加核心一級資本。不過我覺得呢一輪銀行嘅政策係負面大於正面嘅。又要讓利，又要補充核心一級資本。核心一級資本主要靠2個方法去補充嘅。第一係保留盈利，但係咁樣會影響派息。第二係增發股份，但咁樣會攤薄每股盈利。尤其是目前內銀股係大面積咁破淨，需要提振股價，咁啊真係好難做啦。啊，市場先生啊，咁我明白晒咯喎。咁似乎內銀都面對幾難嘅局面，好難有突破。但係咧，今次中央咧有個超預期嘅新招，可唔可以為大家介紹下呢？係啊，人行首次創設新嘅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嚟支持資本市場，主要係有2項。第一係創設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咁呢啲證券、基金、保險公司可以將佢持有嘅債券、股票 ETF、滬深300成分股等資產作為抵押，從人行換入國債，
央行票據等高流動性嘅資產，以提升資金獲取能力同埋股票嘅增持能力。而首期操作規模達到5000億元，未來可視乎情況進一步擴大規模。通過呢項工具所獲取嘅資金，只能用於投資股票市場。第二係創設股票回購同埋增持嘅再貸款，引導商業銀行向上市公司同埋主要股東提供貸款，用於回購同埋增持上市公司嘅股票。銀行將會向商業銀行發放再貸款，提供資金支持嘅比例係100%，再貸款嘅利率係1.75%，而商業銀行對客戶發放嘅貸款利率喺2.25%，首期嘅額度達到3000億元，未來亦都可以視乎情況進一步擴大規模。咁呢個創新結構性嘅貨幣政策工具係具有實質嘅正面作用，而且係大超市場嘅預期。今次組合拳利好股市，而內險股係股市嘅放大器。股市越牛，股市上升，內險股會係業績同埋估值雙雙提升。哇，原來係咁嘅。市場先生啊，聽完佢內險股介紹之後，似乎對內險股都好利好喎。咁保險股有壽險同埋財險，應該點樣揀呢？嗱，咁如果我哋睇呢幾年嘅表現，從2021年到2023年呢3年期間，中國財險嘅股價表現係明顯強於內地嘅壽險股。原因係呢段時期中國嘅國債利率持續向下，股市表現又唔好，市場擔心壽險公司有利差損嘅風險。就算不至於真係有利差損，盈利亦都會受到影響，因為壽險保單係有負債成本嘅。以平安壽險為例，平均嘅負債成本有2.5% 左右。相反，中國財險嘅綜合成本率係低於100%。2024年上半年，中國財險嘅綜合成本率只有96.2%。咁係意味中國財險會收到100元嘅保費，最終只需要賠償96.2元。保費唔單止可以完全覆蓋保單嘅負債，而且仲有承保利潤。所以中國財險係冇利差損嘅擔憂，因此覺得股市表現好就買壽險股，股市表現唔好就買財險股。當然股市唔好嘅時候，亦都可以完全唔買保險股嘅。不過從歷史上嘅數據，中國財險係極少數嘅金融消費股，近幾年都能夠提供穩定嘅投資回報。不過今年港股表現有所復甦，壽險股明顯係跑贏財險。原因係壽險股嘅負債久期長，適合股權投資，具有股市嘅 beta 效應，可以坐股市上升嘅順風車。股市上升，一方面推動壽險業績增長，另一方面估值亦都有機會提升，盈利同埋估值雙雙提升，呢個就係戴維斯雙擊。而中資壽險股當中，純壽險嘅新華保險同埋中國人壽股權投資佔比相對係比較高嘅。尤其是係新華保險對股市波動嘅敏感度係最大嘅。另一方面，可以從壽險公司公布嘅敏感性測試結果嚟睇每一間壽險公司，基於佢哋嘅產品結構差異，投資收益每年增加50個基點對有效業務價值以及對新業務價值嘅影響。影響越大，意味佢哋嘅壽險業務對股市波動嘅敏感度就越大。可以睇到股市上升對有效業務價值嘅提升，以及對新業務價值嘅提升，新華保險係敏感度最高嘅，因此新華保險係最受惠股市上升嘅。哦，多謝晒市場先生嘅分析。咁市場先生啊，我明白投資保險股嘅邏輯啦。咁但係咧，我就留意到由今年到而家啦，中資壽險股表現最好係你頭先冇提及嘅中國太保。請問係咩原因呢？嗱，今年至今，由於壽險股係喺度行負債端嘅邏輯，所以負債端表現最優秀嘅中國太保股價表現就最強啦。但係如果未來股市嚟一波大牛市嘅話，咁市場嘅焦點會轉到壽險股嘅資產端，壽險股會走資產端嘅邏輯。咁樣嘅話，新華保險可能係後續彈性最大嘅。但係如果股市只係區間波動，壽險股繼續行負債端嘅邏輯，咁樣中國太保
仍然係比較可靠嘅選擇。哦，咁我大概明白保險股點樣投資啦。咁關於保險股，咁市場先生你仲有咩補充呢？最後想講下中國太平，佢竟然係今年股價升幅最多嘅壽險股。我喺2024年中期業績分析嘅時候，都提出一點：如果我哋單單比較上半年壽險業務嘅話，咁表現最好係中國太平。上半年中國太平嘅壽險新業務貢獻合同服務邊際，所謂嘅 CSM 119億元，而服務邊際嘅攤銷78億元，咁係意味太平壽險新業務貢獻嘅 CSM 增量係超過 CSM 攤銷嘅減量。相比之下，中國平安上半年新業務貢獻嘅 CSM 增量係237億元，但係 CSM 攤銷嘅減量係365億元，咁係意味中國平安上半年 CSM 流出水池係多過 CSM 流入水池。至於中國太保上半年嘅 CSM 攤銷131億元，但係新業務貢獻 CSM 嘅增量只有89億元，新業務 CSM 增量係 CSM 攤銷減量嘅68%。另外，壽險合同服務邊際餘額嘅增速，太平壽險增長2.8%，增速亦都係所有中資壽險股中最高嘅。其他公司如果我哋按壽險合同服務邊際增速嚟排次序嘅話，太保壽險增長2.7%，新華保險增長1.7%，平保壽險增長0.8%，中國人壽增速爆尾，增長0.6%。銀色債券係香港政府專為60歲或以上投資者設計嘅一種債券產品，可作為穩定回報嘅資產配置選擇。今次銀色債券嘅認購日期係由2024年9月30日早上9時開始，至到10月14日下午2時結束。銀債嘅年期係3年，銀債嘅合資格人士係年滿60歲嘅香港居民，並且持有有效嘅香港身份證。選擇銀債嘅好處包括：第一，減息週期下，銀債保證回報更吸引。美國剛剛宣布減息，正式開啟減息週期，香港嘅定期存款利率亦都會跟隨進入下降趨勢。而銀債嘅4% 保證息率喺減息週期下，比定期存款更具吸引力。第二個好處係銀債有保底嘅機制，銀債投資者可以無條件以原價賣翻俾政府，提早取回本金以及累計而未派發嘅債息。第三個好處係風險低，銀債由香港政府發行，有香港政府信用背書，夠晒穩健。第四個好處係不受利率波動影響，銀債不設二手市場交易，債券價格唔會受到市場利率波動影響。第五個好處係保證回報率，由香港政府發行嘅銀色債券，保證利率不低於4厘，而且同香港嘅通脹掛鈎。如果香港通脹上升，投資者嘅回報亦都會隨之增加。用富途認購銀色債券嘅好處係可獲得費用減免。富途係香港最大嘅零售券商，無論喺股票交易 Apps 下載量、DAU 指標排名，富途牛牛都係位列第一嘅。現在開戶最高可得1800元獎賞。新開戶嘅程序係下載富途牛牛 Apps 註冊，記得喺開戶前喺活動中心輸入專屬嘅月換碼 AZ300BA， 額外可得200港元嘅現金券，然後開戶入資，最高可得1600港元嘅獎賞。多謝市場先生對中資銀行股同保險股嘅分析，咁我都學咗好多嘢啊！多謝晒市場先生。而家輪到徐立賢先生分析美股，請問今日徐先生有咩同我哋觀眾分享下呢？先補充翻即係減息個情況啦。咁市場對於個利率首次下調咧，通常咧開頭都會保持一個即係比較審慎嘅態度啦。咁啊懷疑央行咧減息嘅原因啦。咁但係如果減息咧係冇導致個經濟衰退嘅話，即所謂軟着陸嘅情景嘅話咧，
咁股市通常都會回升。房地產啦、公用事業等行業會從呢個較低嘅利率中咧受惠。美國經濟嘅軟着陸可能亦會對新興市場亞洲產生積極嘅影響。咁呢個圖表咧就比較咗 MSCI 世界指數啦，喺經濟衰退嘅時候同埋避免經濟衰退時候嘅平均表現。咁綠線咧就代表經濟避免衰退嘅時候咧，MSCI 世界指數咧顯示出咧會有一個持續上升嘅趨勢，而紅色線咧就代表咗經濟進入衰退嘅時候嘅表現。咁 MSCI 世界指數咧往往會呈現下降嘅趨勢。咁第二點啦，喺大宗商品市場入邊啦，隨住美聯儲嘅減息，咁貴金屬同埋基本金屬咧，如銅咧，亦都會受惠嘅。咁減息同美元嘅走弱就降低咗持有同埋購買金屬嘅機會成本，尤其是對於使用外幣嘅投資者更加係如此。咁呢個係可能會成為推動市場嘅動力。咁基本金屬方面啦，需求前景同埋經濟軟着陸咧係至關重要嘅。之前咧高利率咧一直係重要嘅阻力，導致咗去庫存同埋資本密集需求嘅減少，呢個帶嚟咗負面嘅影響。喺貴金屬方面，黃金通常會喺收益率呈現負相關，因此咧就會喺降息期間咧就表現突出。第三點，上個禮拜五 CEG 嘅股價咧就大漲咗22%，市值就增加咗145億美金，咁啊成為咗標普500指數漲幅最大嘅股份。咁大升嘅主要原因咧就係微軟同呢個 CEG 咧就簽訂咗長達20年嘅供電協議，咁就會購買 CEG 喺三里島核電站1號嘅機組所有電力。咁呢個合同嘅價值不菲，估計達160億美金，或相當於咧每年8億美元嘅收入。呢個咧唔止讓 CEG 嘅股價大升，亦都令到市場咧重新審視翻核能嘅價值。咁 CEG 咧就會投資16億美金重啟三里島核電站1號嘅機組，咁預計喺2028年就重新投入使用。微軟呢個舉動其實亦都唔令人意外，因為科技公司對於清潔能源嘅需求率越嚟越大，人工智能嘅數據中心需要大量嘅電力，而核能係最可靠同埋清潔嘅能源之一。咁微軟為 AI 設施尋找呢清潔能源，呢個反映到咧科技產業咧對於穩定電力嘅渴求。咁而美國嘅數據中心嘅電力需求咧，據估計咧2022年約130太瓦時，增加到咧2030年嘅390太瓦時。咁喺美國嘅總電力消費中嘅佔比咧，會由2.5% 躍升至到大概7% 左右。研究報告指出，全球嘅 AI 能耗預計會喺2026年翻倍，達到相當於日本1年嘅用電量。咁核能嘅穩定性同埋低碳排放就成為咗科技公司眼中嘅搶手貨，連亞馬遜咧亦都喺度招聘緊呢個嘅核能工程師。咁 CEG 擁有33,100兆瓦嘅總發電量，其中有67%咧係嚟自核能。今次重啟嘅三里島1號機組咧，佢嘅發電量咧就約為835兆瓦。呢個咧亦都算係可以為未來嘅增長咧奠定咗一個堅實嘅基礎。不過以其目前嘅市場表現嚟睇咧，CEG 嘅股價咧已經創咗歷史新高。咁當前同埋預測嘅市盈率咧都處於一個偏高水平，而且咧佢只係有0.55% 嘅股息回報。咁對於尋求穩定資本增值或者高分紅嘅投資者嚟講咧，可能未必係一個最佳嘅選擇。不過對於 ESG 同埋喜歡跟紅頂白嘅投資者嚟講咧，CEG 咧嘅概念其實確實係頗具吸引力，因為公司唔止喺2024年嘅第二季回購咗價值5億美元嘅普通股，而喺2023年以嚟已經係累計回購20億美金。咁而佢嘅經調整嘅經營收益嘅指引咧，都由原先嘅每股7.6美金上調去到8.4美金。咁相信呢個概念咧就冇咁快會完結嘅。咁而第四點啦，咁而昨晚咧市場另一個嘅美股熱話咧就係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Connect 2024年嘅年度開發者大會上邊咧宣布推出新嘅廉價版虛擬實境 VR 頭盔 Quest 3S，咁亦都展示咗咧而家圖片顯示一個名為
Orion 嘅 AR 眼鏡原型。咁呢個 Orion 咧就允許用戶喺唔需要使用智能手機嘅情況之下進行 AR 遊戲啦、視像通訊，可以通過 WhatsApp 同埋 Messenger 發送信息。此外 Meta 嘅 AI 咧亦都增添咗一啲名人聲音嘅功能，會喺下個月喺 WhatsApp 啦、Instagram 啦、Facebook 啦同埋 Messenger 上線。不過初期咧只係僅限於美國、加拿大、澳洲同埋新西蘭嘅地區可以使用。Meta 咧就揭示咗佢硬件產品嘅發展藍圖，包括咗 Ray-Ban Meta 嘅智能眼鏡。呢啲創新嘅展示咧，推動咗該公司嘅股價創咗歷史新高嘅。哦，原來美股都有咁多熱點嘅，咁多謝徐立元先生嘅分析，希望下個禮拜可以聽你繼續分享美股，多謝晒。咁呢一集嘅內容繼續都係咁精彩，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非常多謝徐立賢同埋湯丁丁，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